爸爸，现在美国加息已经到顶了，那楼价是不是到底了呢？我应不应该买楼呢？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关于股票的视频，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楼市里面赚的钱远远要比股票市场更多。其实我买楼从93年就开始了，头10年是把握了美国楼市的大牛市，在03年香港楼市最低的时候，开始在香港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也写过3本关于我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的故事的书。很多人都羡慕我怎么能够看得这么准，把握楼市的机会。其实楼市背后是有13个因素的，今天就给大家讲解这些不同的因素，并且会用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楼市和我的30年的投资楼市的经验给大家做案例，让你也可以准确的判断楼市的走向。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宇，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了。在经济学里面，价格是怎么来定的？就是供应和需求。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对楼市的需求，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对楼市的供应。朝着这个方向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影响楼价的那些因素，并且基本上准确的去预测楼价什么时候会到底，什么时候会反弹上涨。这套系统是我93年在美国开始投资房地产，到了03年在香港开始买楼，这30年内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周期总结出来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全部的看中的。当然我们是看长远的周期，只要大致的方向准确就可以了。我们先从对楼的需求来看一下影响楼价的不同的因素。那我问你了，什么样的情况会使你去买楼呢？赚到钱，有很多钱的时候，那我就买楼咯。第一个影响楼的是经济的发展，就业的程度，你的收入多不多。当经济很蓬勃的时候，生意可以赚到钱，老板开心，员工也收到 bonus， 工资也涨了，这个时候就有钱去买楼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买楼的信心也增加了。大家记得，经济好的话，对楼市会有刺激的作用。但是光是经济好、收入好是不够的。Rich， 你知不知道买了楼之后最大的开支是什么？最大的开支应该是利息的开支吧？影响楼价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利息的走势。在短短的1年半前，美国的利息还是接近0。以香港为例子，我们公楼的利息是 HIBOR 加上 1.3%， 而 HIBOR 接近是0，所以当时我们公楼的利息大约是 1.5% 左右。但是到了现在，美国的利息已经涨到了5% 以上，香港的1个月的 HIBOR 也超过了5%，所以现在新做的按揭 mortgage 公楼的利息分分钟是超过 6%，6% 跟当时的 1.5% 整整有4倍的差距。就用 HSBC 按揭计算器实测一下给大家，假设同样是贷款500万，还款期30年，1.5% 和6%的每月还款额，就已经1个月相差了12721元，总共是上涨了 73.7%。 看到数字就已经非常的惊人了。再看下面这张香港的数据对比，就更加一目了然。同业折放利率，也就是 HIBOR 走高，中原领先指数，也就是香港的楼价就在走低，很明显的一个相反走势。所以在一个加息的环境下，对楼市会非常的不利的。那 Rich， 我又问你了，除了买楼自己住之外，楼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楼当然可以拿来收租和投资。房地产
在很多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华人喜欢买楼收租做业主，有錢俾錢，冇錢就幫我車。但是大家要考虑到楼的这个投资价值随着利息的上涨，供楼的利息开支多了，但是租金没有涨上去的话，这个时候买楼的现金流就会变得很差，甚至是负的。很多人现在觉得买楼收那么一点点的租金，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去买国债，收到的利息现金流反而更好。所以现在楼是少了很多的投资价值，特别是如果其他的因素让投资者看到未来楼价跌的可能要比涨得多的话，那除了现金流是负的，预期的资产还是贬值的话，那楼市千万不要去投资了。那我看到美国的利息涨上去了，但是为什么台湾的楼价没有怎么跌呢？其实它的楼市是有很大的一个滞后的效应，在物理学里面叫 inertia， 就是你要推动它的话，它的质量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楼市就像一个很大的船 Titanic， 你要它向前走的话，你开了向前走的引擎，它是慢慢开始加速的。你不想它往前走了，你把这个引擎往后转的话，这个时候这个大船还是往前在走，会走一段时间。所以楼市其实也是一样的，在美国加息的时候，因为种种的因素，政府或者是央行都不希望楼市跌得太快，这就是个硬着陆。所以在台湾的例子，台湾是延迟的加息，美国加了很多，台湾加了很少。从这张数据中就能看到，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 5.33%， 可是台湾还仅仅只有 1.88%。 再加上楼价跌了之后，那些业主又不想贱卖他们的楼，他们对那些的楼是有感情的，或者以前高位买的话，现在不想亏本，或者以前曾经看到能买这个价钱的话，现在不想贱卖，卖少了钱，所以他们就不想卖。但是买的人呢，又没有那个心理的障碍。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 endowment effect， 也就是说这样东西你拥有了，你会感觉到它的价值会更高，但是你没有拥有它的话，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值钱。所以一般来说，业主他们拥有了他们的房产，他们感觉上他们的房子是更值钱的。相反来说，没有房产想买楼的人，他们心里面对这个物业价值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高，所以中间就有一个差距，卖的人叫的价格太高，买的人不愿意接受那个价格。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的楼市，它的成交量变少了，也就意味着台湾的楼价是滞后了。如果没有其他的外来因素的话，台湾的楼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的往下走，慢慢的贴近它应该到的程度。那香港现在有那么多人移民，到底这个因素会不会影响到楼价呢？楼价是需求和供应的影响，当人口少了，无论是租客或者是买楼自住的人都会减少。香港在过去几年因为种种的因素，很多人是选择了移民，而这些选择移民的人有很多还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对楼价和房租都带来一定的影响。相反来说，如果我们看新加坡的话，在过去几年经济是相当的不错，又吸引了新的人才进入新加坡，而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楼市的供应有限，所以人口一旦涌入的话，对新加坡的楼市会有很大的需求，也把新加坡的楼价涨上去了，使到新加坡的政府要出台一些冷却楼市的，不让海外人士购买的措施，来放缓楼价的升势。那香港政府最近放宽了楼市的借贷，这样会不会对楼市好呢？其中一个影响楼市的因素是借贷的成数，能借多少钱，但是这个因素呢，会在楼价涨的时候放宽才有用。又打个比喻，
借贷就好像是汽油，楼市在涨的时候，就像楼市着了火，火上加油就会加快楼市的上涨。因为楼在涨，我能借多点钱，我就能赚多点钱，借多了点钱，就更多的资金涌入，使到楼价涨得更快，更多的人想借多点钱，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良性循环。但是楼价在跌的时候，我们预期楼价可能会继续跌，那我借多点钱不就亏损多一点吗？所以在楼价跌的时候，放宽借贷是没有好处的。那我看到香港的楼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下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投资其他海外的市场呢？比如说新加坡。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局限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是应该放眼全世界。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如果我们投资海外的话，我们会不会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买错了楼？因为楼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点，就是它的地点。Location 是传统智慧里面买楼最重要的3个因素，就是这个地点未来他们交通的发展、邻居 neighborhood 的演变会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熟那个地方的话，很容易被当地的经济或者发展商忽悠了，高价的买入了一些没有那么值钱的楼，而且有一些发展我们作为海外的投资者的话是不清楚的。就像我当年在芝加哥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芝加哥大学的 campus Hyde Park 曾经是美国非常高尚的住宅区，后来因为当地的治安逐渐的变差，本来富有的那些居民离开了，所以当我在芝加哥念 MBA 的时候，整个 Hyde Park 非常的凋零，看到都是非常的恐怖的。那假设你对不同的市场都有相当的认知的话，那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外来投资者，会不会有额外的印花税或者其他的费用，或者是在借贷的时候有额外的限制，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当然，除了买楼之外，我们是可以考虑当地的 REIT。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价格合理的或者有折扣的 REIT 的话，这个 REIT 房地产信托就能够解决我刚才所说的买海外楼的一些局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看好某一个地方的房地产的话，可能可以研究一下当地的 REIT。 今年4月的时候，韩国全租房开始爆雷，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全租房诈骗而选择自我了断，现在形成了一个往下的旋转 downward spiral， 楼价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多人不敢买楼，情况越差，解药越猛，楼市什么时候见底，什么时候会反弹，干货满满的楼市预测的视频，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